不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。刘明不想盯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李先生，对不起。你睡觉一直这么惊醒吗？自从我丈夫跑了以后，我总觉得有时候坏事要发生着。怎么了？他把房子做抵押贷款了，然后我就被银行从房子里给赶出来了。不是还没判吗？是那个大正律师所的陈硕耍了阴招，银行就耍流氓了。那搬出来就搬出来了。谢谢。李先生，你说这才多长时间？出这事儿之前，我还是一个衣食无忧，因为闲得无聊才考个正门的人。这一转眼，爱人跑了，负债累累，居无定所到，连一片屋顶都不属于我自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都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我就做错哪儿了，就让我承担这一切？我知道这种感觉。3年前我经历过。那时候，我和我丈夫于大良是良城所的创始合伙人。我们野心勃勃，意气风发，想把良城所办成全国一流的所。可是突然之间，我们就成了戴罪之身。我丈夫倒在了法庭上，我被剥夺了律师的资格。和你一样，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。有人害我们，是谁？为什么？我至今都想不清楚。我突然失去了丈夫、家庭、名誉、财产。我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我丈夫的名字。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。这事儿一定得还我们一个清白。可是到现在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李先生，跟您一比啊，我这些经历真的是不值得一提。只要活着就好。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看看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。我过得挺好的，吃得饱，睡得香的。你还特意来看我一趟？不放心你啊。方律师说你可以休息几天再去上班。不用，我明儿就去上班。方律师说的办法你不考虑考虑？什么办法？报案啊！如果刑事侦查能够启动，银行这个案子就有可能会延后。认定刘明有犯罪行为，恶意制造债务的话，对离婚案子会有利的。我认真考虑一下。想喝酒吗？可以喝点儿。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对，早晚都会过去。是人还是动物？动物，大还小？可大可小。什么可大？没错没错，确实可大可小，没错。是喵喵，还汪汪汪。没办法，这喵喵喵，这我不能不回答吧？输了，来吧，你们都输了，来吧。哎呀，啊，谢谢啊。新疆人。那个朋友去打个招呼。继续，这是我的，没问题。这么吵，方律师？这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孤孤单单的啃面包啊？搭档呢？罗英子啊。罗英子托您的福，已经住到外面旅馆去了，您不知道吗？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又不是我的当事人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对你的心情一点影响都没有吗？没有，对你有影响？你这么快乐，我真的是难以理解。有什么难以理解的？我还纳闷了，你怎么办案子一直这样啊？你当事人遭遇了不幸，你怎么着？你得跟他一起死吗？你嘴上一直是这么不饶人的吗？我实话实说呀。当几年律师了？我还实习。哎，那就可以理解了。作为前辈呢，我就给你一条忠告：当律师的，把自己的生活和你的业务要分开。当事人就是当事人，你就是你，拿了当事人的钱，你给他打官司，这是分内之事。但是说到底，这就是谋生手段和业务而已，跟你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听懂了没？教育我，你真是一个冷血动物。没所谓，别自己坐着啃面包了，挺可怜的。我这几个朋友都在，一起吧。我不需要你可怜，我不喜欢热闹。真无趣，那你自己坐这儿继续深沉。这次喝了，来，别喝吧，胖的、瘦的，胖瘦都有，看哪个朝代。不是胖瘦都有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陈律，你的伞。你拿着吧。留个电话吧，为了案子还得跟你联系呢。是为案子吗？开玩笑。行，拿了。好了。哎，借伞还伞，经典桥段呀！硕哥，你可以啊！我不喜欢脸丧着的啊，这不是我喜欢的。看不上了，是吧？
嗯，刘明儿，希望你看到这封邮件能回复我。昨天银行把我们那套房子收走了，我被人赶出家门，淋着大雨，连夜搬家。房子是你背着我抵押给银行的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身边的人都劝我向公安机关报案，举报你诈骗。你知道你会被判几年吗？3到10年，甚至更多。柳明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。是我喜欢的吗？那谁知道你你看还是不是这唐朝不是哎，我有不可能不喜欢这个吗？再去打个电话啊，来，可能。不是这又死了。马上上。就我有可能不喜欢吗？真的是我跟你讲，有情况。有情况。来吧，陪一个各位。罗英子托您的福，已经住到外面旅馆去了，您不知道吗？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他已经搬不过去了。旅馆，大步大大步的。多雨打。姐，你咋还没睡呢？没事儿，你好好睡。还是不打算告他？暂时还不想吧。对他还有幻想？都到这一步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幻想？如果你不举报刘明诈骗，你所面临的所有官司都很难赢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我只要有案子打就算是自愿。但方律不一样，毕竟他更重视自己的职业声望。他为什么不收你那么多钱呀？主要他是觉得你这案子不管怎么打都是输。我就是无论怎么想，都觉得自己目前还对他做不到那一步。尽管是遇到了这些事情吧，我仍然觉得他还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。人呢不坏，性情是有点软弱，遇事就喜欢听别人的。原来是爱听他妈妈的，后来跟我结婚了，我就以为他会一直听我的。后来才知道人家又听别人的了。但是我就是弄不明白，就算是他有了个温丽，也不至于对我这么狠心吧，对我做这些。所以在我没弄清楚之前，我觉得我对他还下不了狠手。好吧，那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吧。咦，青爱莲工作的饭店吗？不行，他来了。啊！
大概是秦爱莲出事的前1个月吧。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她离开的时候，我正在休假呢。不过我听说她是因为工作上面的失误被老板给开的。哎，先生，您是要用餐吗？啊，喝羊汤。你怎么来了？吃饭呢。接着问。嗯。原津北那么多饭店，你跑这儿来吃饭？是啊。你是不是还盯着秦爱莲呢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。王大队长，你别那么正经啊！是不是这警察查到什么了？给我透露点。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啊！等我们抓到人，移交检察院，你再想着怎么挣你代理费。快走！不行，你过去，我知道，我走，进去。189。喂，老薛啊，麻烦你出来一趟吧。秦爱莲工作那饭店你知道吧？我刚路过这儿，看王瑞在这问服务员话呢。你过来一趟，套话，看看服务员是不是说了些咱们不知道的信息，好吧？嗯。这些日子呢，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证据。当然了，这都是秋华做的，有英明公司的工商低档，以及你和刘明的账户的来往流水，还有你过去的收入。我们想在法庭上证明呢，就这个公司从来没有往你账上打过1分钱，你的收入呢都用于了家庭支出。但是这些证据呢，我觉得很难说服法庭认定公司的债务和你没有关系，因为刘明在出走前的半年他就开始借私人贷了，所以法庭很可能认定这个债务是用于经营公司和你们的家庭生活。所以啊，英子，你要做好准备，私人贷你要负责的。我知道，方律。其实这个案子从一开始，我就知道是要输的，只是想和他们这些人在法庭上做个了断吧。其实只要上了法庭，我已经赢了。只不过方律就是对不起您了。你也知道这2年您的败诉记录很少，我可能要给您抹黑了。这个不重要，我既然答应做你的委托代理人，我已经做好败诉的准备了。其实房子被银行收走是好事儿。你想，如果这些私人贷的公司知道你还有房产，哎呦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那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是。刘明的银行流水啊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他很少花钱，他所借的钱呢，都用在了经营公司的上面，只是说他经营不善赔掉了。要不是这最后1000万，我宁可相信他只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，他并没有想害你。我也是一直这么觉得，所以才会犹豫着不去告他诈骗。今天回去什么都别想啊，好好睡一觉，为明天开庭做好准备。哎呀，这一趟累死我！不让你干点活，你就说累，不是让你查的事儿查没查到？你自己有线索，怎么不自己查去啊？就知道欺负我！我是你让人王瑞再碰上，那不合适了吗？兰亭雅舍和秦爱莲打工那餐馆我都去了，还真查着点东西。等着啊，发过去。到了。吴航，京北大学新闻系前年毕业的，据说还是个高材生。秦爱莲男朋友？那不知道。他第一次去兰亭雅舍呀，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估计啊是去那儿消费去了，但是不是俩人那会儿认识的查不出来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吴航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找正经工作，也上兰亭雅舍打工去了。你说一大小伙子上兰亭雅舍能干什么呀？你说他干什么呀？哦，你这么说的话，俩人是认识，对吧？不止这些呢。秦爱莲出事前3个月，这吴航还到秦爱莲打工那餐馆打零工去了。
但没干2个月就让老板给开了。为什么呀？这老板说有一个客人喝醉酒了以后对秦爱莲动手动脚的，吴航把人给打了。老板怕担责任，就把吴航给开除了。我刚刚看这照片，不像打人的人。哎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说现在这帮大小伙子，你说你这么好大学毕业以后，你干点什么不好啊？这还研究生呢。哎，你们家那学历制啊，你小心点啊。看着是从小学习成绩优异，不一定背着你啊，在外边干了多少混事儿。你说我们家这个熊孩子，自从上了初中之后，这脾气就见长，他妈说一句话顶一句，说一句话顶一句。没事儿，不用管，只要不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，哎呀，小叛逆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们还像以前管得那么严，这孩子压力大了，保不齐哪天给你们来个原地自爆，干点什么自毁的事儿，你说你们两口子后不？自毁。老薛，你再查查那吴航跟他父母关系怎么样？说话呢，你呀，你成天跟我这儿钱不钱的啊。其实我发现你这心里边啊，还算有那么点正义。哎，咱俩不一样，我还得养熊孩子呢啊！说好了，代理费55分，1分钱不能少。嘿，那1审的时候我就拿2成啊，所有的事儿可都是我干的啊。那能一样吗？咱那会儿干的是律师该干的，现在我干的是私人侦探该干的，这不就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吗？啊，哎，你这样，跑颠颠的事儿啊，我去办去，回头我让那个他们把代理费呢能多提点，对，咱们提高点，成吧？这就干去，55，1分不带少的，我现在就忙去啊，不能少。哎。进来吧，就是这儿了，我们的新家。哎，那是你的房间啊，快去看看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窗明几净。这跟原来比，真是天差地别呀！到哪儿山唱哪儿歌，咱们有家就不错了，冷不着热不着的。哎，这厨房够大吧？这怎么还一股霉味儿啊？这不是还没打扫吗？等打扫干净了就没事儿了。姐，你说这人心咋这么坏？哼，人类生存了这么多年，你说有哪个人把人类这种动物研究清楚的呀？亚兰，咱就别想那些了，咱把这儿啊打扫好了，好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不过我也跟你说句实话，可能我们要经历一段比原来生活相对艰苦的时期。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块儿，嗨，咱俩一起同甘共苦，姐我还要跟你一起学法律当律师呢。那就开始干吧！说什么姐？我干着这些东西，我头皮发麻。你先把你的放你屋去，又得来一遍，我的天哪！我把我的放我屋，一会儿咱们收拾厨房去啊。我随着风吹过的方向，追着阳光和土壤，自由生长。风说着，别停下你的追逐，做义无反顾的信徒，心无旁骛。退庭。被告，如果有偿还能力，尽量先清偿一部分债务，过了履行期限，原告是可以申请直接执行的。
谢谢。被告代理人。小罗，对不起啊，方月。现在还说这些话干嘛？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偿还？实在不行，那个律师费。那是我的事儿，方略，在这个案子上，您和秋华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剩下的由我自己解决吧。这些社会上的公司不好惹，如果你不还他们钱，他们一定会闹到律所去。到时候我就想保你也保不了你。我会把他们都解决掉的。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哎呀，王律师，民事部新转职业的小梁可真不争气啊！到洗脚店洗脚，因为价钱的问题跟老板发生争执，还打了起来，闹到派出所去了。保他出来，然后请他走。让他走吗？小梁也不容易，家里连续遭难，全靠他一个人撑着。让他走。律所不是救济所。你今年多大了？42，怎么了？你28、9岁的时候在做什么？我28在机关当秘书呢，上班给领导拎拎包，下班健身房撸撸铁。回到家里，一边人生茫然，一边寻找生活的意义是什么。哼，怎么想你问这些了？我觉得你之前说的很对，年轻人不能让他上得太快。梅阳，周老板，我又来麻烦您了。法庭啊，我整个都听了，这给个心疼的。你说这事跟你1毛钱关系没有，太冤了。周总，我是想来找您帮忙，您能不能把那个4个债主啊，给他们招呼到一起来？我想跟他们商量一下这个还债的事儿，您帮我在中间说和，行吗？哎呀，招他们几个呗，简单。什么时候？您约吧。您约好了，您告诉我，我随时都行。小事。谢谢您了，跟哥吃饭。哎，不，到点儿饭口，我已经很麻烦您了，我就不再占用您时间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你看你这好几次。哎呀，妹呀，哥还有个办法，你跟哥呗，剩下钱我都给你还了，你别活这么累。不是周老板，我听不懂您说什么，我就先走了。慢点。不是怎么回事？就非得让我这么回报你是吧？那一口一个妹叫白叫了。这事是不是我给告诉我爸呀？让我爸告诉你二舅，是不是惹懵了？哎呀，这闹玩呢，跟闹玩呢，哪是？我知道你闹着玩啊，你吓我一跳你。那事儿拜托了啊。哎，妹不是。姐，那你说这周老板为啥这么帮咱呀？这周老板这人吧，就是一个热心肠。我不信，无利不起早。上次卖房子他就帮过咱一回了，他这次要是没点好处，为啥又帮咱？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呀？
兰兰，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，不全是利益。就好比说你吧，你在我家挣的比原来少，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在我家待着呢？那倒也是。姐，我就觉得吧，不管怎么说，咱都得好好谢谢这周老板。大恩不言谢，这么大的情分，怎么谢呀？哎，姐，周老板。喂，哎，周老板，哎，什么？啊，好呀。那什么时候啊？啊，明天上午10点。行，那我准时到。哎，好好。哎，那谢谢周老板啊。哎，再见。嗯。啥事儿啊？我不是让他帮我约着那些债主吗？他约到了，约着我明天过去谈呢。姐，他对你的事儿这么上心呢？嗨，求人办事儿嘛。他是不是喜欢你？兰兰，你别胡说啊！反正我没这么觉得，而且我也不好他那款呀，我就把他当朋友。姐，你看看这种人啊，又有本事又有钱，那咱要跟他好了，也不是啥坏事。兰兰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生气了啊！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兰兰，我出去了啊，中午不一定回来吃饭，别等我了。姐，我跟你一块儿。干嘛去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陪你一块儿，我才放心。哎呀，这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办就行。姐，我把你当亲姐姐，你拿我当外人。行，我就怕你说这句话。行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这哥几个啊，是我多年兄弟。这是我妹。今天在座的呢，都是亲人，咱们有话呢，好好说，好好商量，好不好？妹呀，那你先说。好，谢谢。各位大哥，我先表个态啊，这个账我认，但我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，你们应该也看到了。我们家的钱被我这丈夫全都转走了，我是被我这丈夫给害了。你们的钱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妹子，你男人害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大哥，您先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名下有一辆车，我丈夫名下那辆车也没有开到国外去。不过，我的房子已经被银行收走了，我会尽快的把这2辆车给卖出去，再从我父母那儿拿一些，7凑8凑。说真的，我再怎么凑，也凑不到你们的总额。所以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只付你们总额的70%，并且一次付清，就算是全部还清了，以后我们2不亏欠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加上我丈夫之前还的利息，再加上我这70%，你们绝对是回了本也有的赚的。如果你们同意，我就马上去办；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，我也只好拼了命的和你们打官司去了。可是我就怕这越耗吧，这钱越少，到最后就是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呗。各位大哥，我再补充2句啊。这笔钱呢，确实是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的生活，这个我们是有证据的。刘明欠的债，罗英子愿意替他还，但是超出本金太多的部分，他也确实承担不起。我们今天来呢，也是抱着善意的态度，想要跟各位大哥商量商量。如果各位大哥要是不同意的话，那就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了。我不同意。秋绿，你这个话我爱听啊。
妹妹，你这态度不对啊！这什么就不行，就打官司，就什么就要命一条的，这什么态度啊？我说句公道话啊，我这哥几个就吃这个呢。你说钱放一阵儿，回来了个本儿，没有利息，他吃什么呀？妹呀，你就留个吃饭钱就完了啊，其余钱用来还债。哥几个，回头呢，我也得替我妹妹，反正也得说一句，这孩子呀，找这么个丈夫，你说，哎呀，房子让法院扣了，那2辆破车呢，马上要卖还债，律师是律师，见习的就没拿工资。哥几个，要不这样，给我个薄面，啊？哥几个，哎，不行，咱就这样。关键是有老周罩，没招。哎呀，这一上来就闷。周大哥，谢谢您帮我姐，我敬您。哟，这你们律所小律师啊？兰兰最近在我们家帮忙。小保姆啊？大哥，嗨，没事姐。大哥，我不是保姆，我不是因为钱才跟着我姐的。我跟着我姐也在学法律，将来我也要当律师的。好，敬您。有志向。好，哥几个商量怎么样？我们商量了，妹子，按比例80%，不能再少了。哥，我是真拿不出这么多。妹子，不能再降价了。你这样吧，你能拿多少拿多少吧，不够都给你补。大哥，你这不是在堵我的嘴吗？哎，哪能让你来还啊？就甭管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们让80%，那都给我面了，就这么定。那就按照咱们前面说的，还了这80%，咱们就算2期了，是吧？同意，还了这80，就算他还清了。好嘞。那我们这儿准备了4份合同，咱们把这80%啊按比例算一算。哎呀，你那东西不着急，这着什么急？来，坐，事不解决了吗？幸福的小酒先喝起来啊！哪儿啊？要不要你啊？我送啊！走来。哎，房子是不是主动让银行给你收的？哪儿啊，哥？我说真的，我前几天都流落街头了。哥明白，房子让银行收了，将来打官司还能打回来，让我这哥几个弄去，那就没了。哥，您回去吧，甭送了。今儿真的多亏有您，谢谢了，哥。哥客气声，那我回去喝会儿啊。啊！谢谢啊，老板。哎，姐，你们回律所我也不顺路，我看旁边有个超市，我去买点肉跟菜。家里没了啊，吃完了。去吧，少买点啊。每次买那么多都坏了。放心吧。啊，那你开车慢点啊。好，走了啊。钱好凑吗？这些钱还行吧。秋华，是你通知银行刘明跑的吧？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事先没告诉你，严格来说是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。但我也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有房产，那些私人贷的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到头来你房子保不住，银行那1000万还得你自己来还。万一他们要是盯上了你的房子，像今天这样坐下来调解就是不可能的。谢谢你啊，秋华。我原来就觉得你这人特厉害。但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，哎，连方力宏都想不到这个点。厉害啥呀？未见得能保住你这个房子。那毕竟是帮我还清了债呀。哎，如果那房子在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
那些债主他能饶过我吗？并且银行1000多万也就没着落了吧。所以我只能说，再一次的隆重感谢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多这个嘴啊。就你那个小保姆，我觉得不太靠谱。你现在自己一个人有必要雇一个保姆吗？兰兰吧，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真的帮过我大忙的，我把她当妹妹看，而且她这孩子挺勤快，也护着我。所以你说让我赶她走，那我这良心上是过不去的。反正你最好提防她点。我提防她干嘛呀？难不成她能把我给卖了是怎么着？我就是提醒你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记忆里许多事情用过去，过去，我们多有默契。失去的所有人里，最怀念自己。不痛不惧，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，没多说一句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天生会乐观的人群，总在夜深人静自语，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。为一个劫翻山越岭，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。雨过天晴，怎么算公平？歇斯底里的事，离开不必非要证据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错过你也成为风景，没做好有什么要紧？若世界显得拥挤，踉跄步履，我依然独行，用热泪等执着回应，找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